自己一家住着四面透风的竹屋子，却舍得给鸡窝加高围栏。大雨过后，守信用的村民自觉过来帮小花种肉桂树，这是多么淳朴的品质！地板已经被阿龙打扫得非常明亮，每天还是在坚持打扫一遍。小女儿也长得白白胖胖的，看来好像没有受到一点委屈，两口子照顾得非常好。四面透风的墙，说了好几次之后，阿龙终于答应等手头宽松点，去集市买塑料布遮挡一下，从而抵御晚上的寒风。小花在逗孩子玩，还没在床上下来，阿龙早就把小儿子送到幼儿园，回来就开始忙碌了。屋里地上总是有扫不完的泥土，谁让阿龙家的地面本来就是土地面的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。当时建房子的时候没有考虑那么多，要是铺上一层木板就好了。一边扫着灰尘，一边灰尘又飞得那么高，就当作是一点乐趣吧。住在山上空气好，想见灰尘也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。扫完地之后就是照顾小鸡仔了，每天必不可少的环节。现在家里除了养鸡，别的也暂时没有，相对还是比较轻松的。小鸡仔虽然吃的少，但是数量多，一共有60多只。晚上放点吃的，到了天亮就早早吃完了，更别说水了，更是快得很。所以阿龙也准备了大量的食物供他们吃。现在阿龙用来喂他们的，大家可以猜猜是什么食物？这么小的鸡为什么合适呢？每天都要消耗好几斤的食物，更何况他们现在还小，如果长大了，那吃的东西肯定更多。每天照顾他们都需要很长时间，幸好阿龙也不用上班，给小鸡仔喂食有大量的时间。一大群跑来跑去的，很是热闹，让安静的小院从此变得热闹起来了，也更有了生机，有叽叽喳喳的声音。这么多小鸡，你们喜欢吗？你们有没有养殖过小鸡的经历呢？这么小的鸡，如果想养好是有一定难度的，必须要控制好饮水量和每天的食物投放量。你看阿龙又在准备水了，就连小鸡仔每天都可以喝上山泉水，吃着很健康的食物，没有吃一点饲料，这样的鸡下出来的蛋想不好吃都难。大家有没有感觉，它们比刚买回来的时候大了很多，一天一个样，每天都会长大一点。现在勤快点照顾它们，那到了时间可就会有好的回报。照顾完小鸡之后，阿龙是不是就可以回屋歇着了？那你可就错了，这么好的天气，两口子肯定闲不住。这不，开荒种植的玉米也长大了，需要施肥才会长势更好。由于这块地是开荒后第一次种植庄稼，所以为了确保养分充足，还是要进行施肥的。可以看出来，玉米苗长得大大小小不一样，显然是没有发育好，所以阿龙只能下山买点进口的史丹利化肥来给他们增加营养了。国内进口过去的化肥很贵，所以阿龙只买了5斤，先用一次试试效果。很怕买到不是从国内进口的好饲料，数量少，所以也只能用到刀刃上。一颗颗玉米苗旁分别放上少许，以此类推，重复这个动作，直到全部撒完。远处看阿龙的房子，显得是那么的渺小。谁会相信这么小的房子住着一家4口，并且还只有一张床？该履行夫妻义务的时候，那也是相当的不方便。小花把孩子又背在背上了，孩子早上已经醒了，为了干活也只能这样。不知道小女儿现在在里面藏着干什么，以为小花弯腰起来领着她坐摇摇车呢吧。玉米地就在自己家的门前，很是方便，每天起床之后就可以看到玉米的长势，一切都在掌握之中，等到成熟的时候也不用怕丢。阿龙来到越南有6个年头了，每年都会种植，也算是一个有经验的农民了。到了施肥或者其他时间节点需要打理的时候，阿龙早就深深印在脑海里面了。可以看到每颗玉米旁边就放上一点点，也不知道管用不管用，数量合适不合适，但是我相信网友肯定有懂的，当然也可以评论一下阿龙这样做对不对，需不需要改进，以后可以共同见证阿龙的玉米从播种到收获的整个过程。弯腰起身，弯腰起身，多少的劳动者因为干活，所以把腰都给累坏了。就是因为种地要一直持续这种动作，所以自己种地不仅收入少，还很受罪。当然到了丰收的季节也会很开心。最后几个也全部搞定了。现在看到长得比较大的，就是因为没有施肥，所以长得比较矮小，玉米穗也不是很好，肯定也不会收获太大的。今天的第一个任务就算完成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今天阿龙用的化肥是哪个品牌的，你知道吗？还有小鸡仔每天都在长大，所以阿龙也打算买上网子，把鸡舍好好的加固，全部围起来，不然它们翅膀硬了，想飞就飞跑了，肯定拿它们没办法了，对吧？阿龙又开始忙起来了，下午要把鸡舍的围墙加高，新买的60多只鸡才有安全感。可以看到有一只小鸡已经跑出来了，加高围墙肯定少不了竹子，顺便到山上闭着眼睛用镰刀砍几下，就会有用不完的竹子。越南的小鸡仔长得很是精神，脖子比较长，当然长大以后下蛋量也很是惊人，总是忙个不停。
阿龙跑到越南大山就是为了干活吗？那肯定不是的。阿龙也有自己的苦衷，并且你看小花对阿龙也是很好，唯一的帽子自己都舍不得戴，赶忙给了阿龙。你说这算不算秀恩爱？每天生活在这种环境中，有人说阿龙是摆拍，何必呢？每天地里的活都干不完，还有心情想别的吗？比阿龙生活环境更苦的，当地村民多的是。阿龙在附近已经算是小康水平了，竹子全部切成片以后，就可以插到矮的围墙上面。没一会已经加工的这么多，然后再把多余的毛刺修整，防止弄伤手。阿龙蹲在一个角落，显得很是让人心疼。没有手机了解不到外面的世界，只能每天通过干活来解压。今天还伴随着微风，给阿龙干活同时带来一点凉意。阿龙很是瘦小，每天干活想胖都胖不了，吃的也不好，以后改善伙食也只能指望养了这一群鸡了，并且以后阿龙还要继续养猪和羊，增加家里的收入。这么好的条件，如果有本钱养上几10个羊，那肯定就发达了。可惜条件不允许，以后慢慢来吧，总要有一个过程。竹片加工好后，直接插到原来的架子上就可以了，把围墙加高到2米，然后再放上网子，以后就安全了。在山上生活有的是时间，不过阿龙以后也要好好规划下自己的生活，毕竟已经是2个孩子的家庭了，要研究以后怎么利用自己的1亩3分地，快速赚钱养活一家人。只靠养几只鸡，种点玉米肯定是不行的，每天种地，修围墙，虽然过得很充实，把自己搞得也很累，但是收入和付出显然是不成正比的。刚来越南时候就为了生活，为了吃饱饭，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一个孩子也上幼儿园了，所以在这种环境中，阿龙也愿意听听大家的意见。如果以后想生活水平提高，在山上怎么样才可以实现？是不是养殖算是最好的选择了呢？可以看到阿龙的家在大山上，路也不通，各方面都不方便，唯一的好处就是地多，并且还有水，什么条件都很好，就是差一个好的主意，一个好的方法了。不然每天坚持这样的生活，我想再过2年3年以后，生活水平依然不会提高。一看回到屋里休息时间，小花还帮忙给阿龙扇风，显得很是幸福。但是小花也喜欢买新衣服，也是会要面子的。自从2人结婚以后，基本没有买过衣服，更别说简单的化妆品了。小花在屋里面领孩子也没有闲着，还特意给阿龙烧水泡茶喝。阿龙如果以后不努力改变自己，都对不起小花。把茶水给阿龙满上，然后拿给阿龙喝。看到的这种茶在越南当地非常出名，也很便宜，关键是可解暑。小花把水给了阿龙，你说小花这么好的媳妇上哪里找？根本就找不到。如果以后对小花不好了，网友们都会看不下去。所以加油吧小伙，喝完还继续干吧，以后要多想点有意义的事情做，生活条件好起来，粉丝们也会跟着开心。买了这么多的新网子，看来还是有点零花钱的，那为什么不把自己的房间围墙也修补呢？四面透风，把粉丝都给急坏了。你可真是掌握了流量密码，每次粉丝说你都不听呀。阿龙买点塑料布把墙糊上吧，不然你对一个鸡窝都这么上心，那对自己对孩子是什么原因呢？可真是让人着急啊。把网子维护好后，既可以防止鸡飞走，同时还可以给鸡遮阳。自己住的房子都要被你家鸡舍碾压下去了。地上的大坑是之前弄给鸭子玩水的池塘，把鸭子吃完以后谁也一直没有放。不过有了鸡之后也可以适当放点水，以后天越来越热，就相当于鸡的泳池了。这配置越说越离谱了。在山上生活，自己过得还不如几只鸡，说出去让人笑话了。转了一圈之后，安全网还有很多，显然是买多了一点，留着以后别的地方用吧。大家应该知道，阿龙新买了一头牛，已经2天没有上山看它了。忙完之后也该去看看了，不然都不知道还有牛的存在。捋顺完以后，阿龙从一头开始挂网了，挂好了以后就再也不用担心了。买回来之后，一场雨死掉了1只，晚上睡觉以后还有3只鸡仔，不知道跑哪里去了。把小花也是着急坏了，不过山上这么大，要想找到它们那可就是太难了。小草帽配上劳保鞋，阿龙这日子生活的要多艰苦有多艰苦，让人很是不敢相信。所以有网友质疑，也是太正常不过了。放着好的生活没有坚持，跑到这里的山上安营扎寨，自己过着村长一般的生活。这么大的地方又很是空旷，如果可以邀请一些当地的贫困村民一起上来生活，那可就会变得更热闹了。有时间全部教他们说汉语，慢慢成立一个小小的部落，想想都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。你看，阿龙一点一点的忙碌着，网子也基本都已经放好了，什么事情都不怕，坚持干一件事情，慢慢来，什么都可以做好。像阿龙这样生活，你会这么过吗？我想你是阿龙的话，过得肯定会比阿龙要好，也会很充实的。如果你是生活在平原地区，或许你对这样的生活了解不多。如果你是从小生活在山区的话，那么在阿龙的身上肯定可以看到你过去的影子。所以只有亲身经历过这种场景，才会体会出来阿龙的不容易。单单靠想象，那么和实际生活
遇到各种问题是有出路的。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信仰都不一样。阿龙如果在山上生活的不开心，我想他也不会坚持这么长时间，也早就回到国内了。但是阿龙坚持了，生活的还算可以，以后也会有很大的变化，并且还买了车，做起了生意，活得相当好。喜欢阿龙生活的，点点赞哦。一场大雨过后，难免会有体质差的小鸡被淘汰掉。越南山上的雨总是说来就来，小花家所处的地势比较高，潮气比较大，经常容易变天。小花感觉情况不妙之后，赶紧往屋里面跑。此时的大风已经刮过来了，天空瞬间仿佛就已经变黑了。就在一瞬间，大雨直接从天空倾盆而下。在大雨中，小花家的竹房子显得很是渺小。这么大的雨，屋里面漏水也就太正常不过了。所以小花慌忙回到屋里收拾被子。风雨交加，电闪雷鸣。这时候竹房子正在经受着大雨的考验，还有新买的小鸡仔。阿龙、小花在这时候是最无助的，人在自然灾害大雨冰雹面前显得特别渺小，无能为力，只能等雨停下来。雨声停了之后，小花很好奇地赶忙出来观察情况。大雨过后，小花肯定又要忙了，收拾家里，照顾小鸡，看看庄稼等等。小花首先就是来到小鸡的房子，观察情况。鸡仔很小，又是刚刚到家，所以小花害怕它们受惊吓，赶忙拿来吃的先喂喂它们。同时这也是小花最担心的，毕竟是自己冒着很大风险搞蚂蚁蛋换来的小鸡仔，也是以后家里的希望，能不能吃上有营养的鸡蛋全靠它们了。一大群小鸡，小花来了之后直接把它包围了，一个个活蹦乱跳的就好，但是还是有一只出现意外了。雨下得太大了，肯定是没有来得及躲雨。小花的表情一下子就变得凝重起来了，看起来很是伤心，毕竟都是自己精心挑选的，走了好远的路带回来的，结果没有躲过一场大雨，确实是太遗憾了。收拾完小鸡之后，小花又要上山准备忙碌了。今天要上山种植肉桂树，大雨过后地面湿透，很适合种植树木。阿龙、小花新开荒出来的一块地，距离自己的房子有几百米的距离，所以还要走上一段路。整个山都是阿龙的，所以不断的在开发种地。以后阿龙、小花生活肯定会蒸蒸日上。小花把前几天买的肉桂树苗拉上，其实买好树苗之后，一直都在等一场雨，并且已经和附近几名村民商量好，只要下雨之后就让他们来帮忙种树。当然小花也会给他们发工资，毕竟小花从来没有种植过这种树，经验还是不足，加上树苗买的时候很贵，又有那么多，所以小花才狠心请人帮忙。这么多的树苗，地上又滑，一个人直接背到山顶上，很是厉害能干。关键还是生完孩子才1个月，你敢相信吗？这是谁家的好媳妇，这么卖力的干活。到了之后，小花把带土的树苗拿出来，看着都至少有180斤，小花直接一个人搞定。小花到了之后找的帮手也刚好到了，真的是说话算话。大雨过后就来了，也不用电话通知，当然也都没有手机，很是自觉。山上的人就是跟小花一样淳朴，来了之后废话都不多说，直接就开始干了。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别看现在忙碌，等到收获的季节，当然最开心的还是小花。附近的村民也是很羡慕小花，整个山都买下来了。要知道在越南山上虽然到处都是大山，但是适合种植农作物的还是不多。阿龙就直接买下一座山，也是让一些没有的村民很是羡慕，他们会感觉自己在这里生活一辈子了，都没有自己的地方，一个外国小伙就可以拥有这么多地，很是羡慕，有钱真好。但是阿龙仅仅是用不到2000元买的，可见这里村里生活的条件非常艰苦。小花虽然请了人帮忙，但是自己也不会闲着，一直在刨坑忙个不停。附近好多村民有时候会主动找上来，问小花以后可不可以多开荒地，这样他们也可以来干活挣钱。阿龙、小花当然希望这样了，但是目前自己也忙不过来，又不想花钱请别人，所以一直都是阿龙、小花在慢慢忙碌。开荒种地，就眼前看到的感觉不大，但是也足足有3亩多地。远处一位大姐背着孩子出来给小花种树，那何尝不是跟小花一样，都是为了生活，不然谁愿意带着孩子出来？谁不想在家里领着孩子玩？生活就是这样，有时候就是身不由己，何尝不是跟我们一样？想上班时候没有人领孩子，不上班又挣不到钱，人总是很矛盾。大山山顶上还有人在忙碌干活，你站在山下看风景，小花站在山上，身边就是风景，却没有心情看，眼里全是活，干不完的活。全部干完以后，小花也检查了一下，下一步就是给付人家工资了。这位大姐还不好意思要，小花说拿着吧，干活了就应该给你们钱，干了不到3个小时，一个人3万越南盾。给钱之后，几个村民很是开心，也是说给的有点太多了，没干一会活，给你帮忙也没关系的，活干完大家都开心就好了。干了3个小时，那么大家感觉小花每人给3万块钱，多不多，合理不合理呢？
给你3万，你会不会干呢？活干完，大家也就各回个家吧。小花回去之后，也还有很多活在等着她，每天都是这样忙忙碌碌的，很是充实。这就是小花的日常。你们平时是怎么过的呢？跟小花比起来，是不是忽然感觉自己好幸福呀？没有生活在这种环境中，还是你也想要小花这样的生活？评论区聊聊吧。我想去大山里过自足的日子，渴了喝山泉水，自己种菜，与世无争，平淡一辈子，幸福一辈子。在大山里，抬头仰望星河，呼吸着充满泥土气息的空气，让心灵放松，由内而外的享受。阿龙做到了，远离市区，来到越南大山，自己养鸡，改善伙食，百忙之中却是享受。一群小鸡每天等着投喂，仿佛就是自己家的孩子一样，活蹦乱跳，很是可爱。此情此景，只有古人诗句可以表达出来。古树高低屋，斜阳远近山，林梢烟丝带，村外水如海。小鸡越是叫唤，越会让人心情舒畅，忘记前生今世，吃饱喝足，管他3721。阿龙与小花相见恨晚，两国之恋，一儿一女，幸福不幸福？阿龙小花自己最清楚。老婆做饭，老公领娃，还会时常互换，给多少工资都不换。一间房屋半个厨，你忙你我帮你，一起做饭，生活水平好，改善伙食，吃粽子，还有大肉片子。你工资3500，我存款3500，但是我敢吃，我敢花，没房贷没车贷，俩娃自己亲自带，想吃吃想睡睡，没手机没闹铃，每天就是自然醒，漫山遍野全是宝，粽叶辅料自己搞，不用花钱，还没烦恼，从不吵架，夫妻和，你想吃啥就做啥，就算野菜也会笑，哈哈。你看小花又干啥？山泉水旁又在忙，不是洗菜就是忙，漂亮贤惠真是好，打着灯笼都难找，汉语说的顶呱呱，跟阿龙交流很是好。你羡慕阿龙的生活，小花羡慕山下的你。你站在桥上看风景，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，不用羡慕阿龙小花的生活，因为你过得比他好。自己做饭虽然好，身心疲惫少不了，一日三餐没花样，大米就一样，有时野菜，有时剩菜，没有冰箱洗衣机，手机电视更别想。6年时间你不信，后面还有一辈子。走出大山希望小，只能等到天荒地老。围墙缝隙大，门口有安保，忠诚又听话。粽子里面没有枣浆米粽叶就足够，看得我实在是忍不住。改善伙食就吃粽，幸亏今天还有肉。细数阿龙小花成长路，粽子米饭烤鸭和竹笋，其他从来都没有。一日3餐，一天3顿吃不腻，那是玩笑话，吃得饱就是福，这样的生活就是好。开放厨房最怕雨，越南山上雨水多，下雨只能窝在家，下雨天就是星期天，不下雨就是干，地里忙活大半天，又苦又累，没人去诉说。说到这里，还是你想要的生活吗？只要肯放下面子，幸福就距离自己又近了一步。小孩子玩累了就是睡，小小的床，简单被褥就可以熟睡。二狗子也在睡，只因为夜班真是累。小花还在忙着包粽子。要说最幸福还是小花，有了自己的房子，还有车，虽然只是摩托车，但是很多年前小花家里房子都塌了，吃饭更是有一顿没一顿，真是因为自己的勤劳打动媒人，打动阿龙，瞬间感觉自己像认识富二代一样。自己有了家，父母也跟着享福。阿龙小花2个人，你会更喜欢谁多一点？阿龙更是勤劳，好像就是一个代表那些出国的人们，勤劳的人们，走出家门，到了哪里都会让人喜欢，让人竖起大拇指。在异国他乡，不一定非要大富大贵，勤劳善良照样会有人喜欢。为国争光，洗碗刷锅做饭，样样都很能干，穿着朴素干净，从来不讲究名牌，只有去重要场合或者下山，才会穿上自己仅有的一套新衣服。在山上没有攀比，也没有人去攀比，没有朋友，没有亲戚，没有人会去看你笑话，没有人会对你指指点点，因为大家够吃饱饭就知足了。看阿龙点火做饭，整个过程没有2个小时都完不成。别人吃饭是享受，阿龙小花是享受做饭过程，吃什么都无所谓。为了孩子才会改善伙食。小儿子今天不上学，想怎么睡就怎么睡，到了饭点就自然醒，刚醒还萌萌的。围墙大缝隙清晰可见，睡觉不盖被子，那妥妥会生病。看似住在屋里，实际和睡在外面没有太大区别。孩子醒了，小花也忙完，差不多完工包好了。后背上的小女儿也很安静，不介绍，大家以为小女儿自己跑出去玩了。光着屁股的小儿子也很是可爱。还好越南山上1年4季气温都不低，火苗也燃烧起来。阿龙拿来锅，准备开始烧水做饭了。一家人几个粽子，小儿子也很是稀罕，踩在凳子上就开始玩，从来都不穿鞋，小脚丫子很是抗造。阿龙让他穿，小花不让穿，谁让这是在越南呢？没有太多玩具，只能每天跟着大人屁股后面转，大人干啥他干啥。
这不又要帮忙往锅里放粽子？幸福就在一瞬间。阿龙从来没有喊过孩子，毕竟给孩子的本身就不多，开心就好。放上锅以后，小花还要清理收拾，总有干不完的活。只因为太勤快，太爱安静了，不然小家里面早就不能待了。由于害怕孩子被烫，所以只能让孩子到外面玩耍。一个玩具玩了又玩，仍然爱不释手。每天生活在这样环境中，显然最苦的还是孩子。当然也要看和谁比，跟其他附近村里孩子比，阿龙的孩子已经很不错了，有吃有喝，穿得干净，健健康康比其他都重要。这又是阿龙一家的日常生活，你喜欢吗？